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30岁生日，我看上了一个限量款的包包，刚拿到手上，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上来就抢。我和她理论，她二话不说给了我一巴掌。我的保镖气不过，还了她10个巴掌，可她却说我老公是万盛集团总裁汪远清，今天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看着他冷冷一笑，你老公要是万盛集团总裁，这包我买下送你，给你磕头认错，花着我的钱，开着我的车，养着别的女人，今天欺负到我头上来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我30岁生日，也是我结婚3周年纪念日。我一个人站在万盛商场的爱马仕专柜前，看着那个限量版包包发呆，说不孤单是假的。这3年来，汪远清对我越来越冷淡，从一开始的甜言蜜语，到现在连正眼都不愿意看我一眼。小姐，这个包包确实很适合您。店员满脸笑容地说道。我刚要付钱，陈思米突然冲过来，一把夺过我手里的包。老女人，这包我看上了，让开！只见她浓妆艳抹，穿着一身名牌，眼神轻佻，说话的语调尖锐刺耳。这位女士，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。我皱着眉头，尽量保持礼貌。什么先来后到？我看上了就是我的。她嗤笑一声，就凭你这个老女人也敢跟我抢？我感觉到周围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。哎，你怎么不讲道理呀？明明是我先拿到的。我正伸手想要抢回包包，他扬起手，一巴掌狠狠扇在了我脸上。老女人，给你脸了！火辣辣的疼痛瞬间蔓延开来，我捂着脸，完全懵了。从小到大，还没有人敢这样对我。店员看到这一幕，不但没有制止，反而谄媚地说：“陈小姐，这款包确实更衬您，我帮你包起来。”陈思米抬了抬下巴，得意地看着我。原来他们认识，看来是常客呀。我看着店员势利的嘴脸，心里泛起一阵愤怒。我衣着素雅，而他珠光宝气，所以就要被欺负吗？就在这时，张猛从门口大步走了过来，他是我的保镖，寸头，眼神锐利，身材魁梧，平时话不多，但对我很忠诚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他看到我脸上的掌印，眼中闪过一丝杀气。不等我回答，他一把攥住陈思米的手腕，反手就是10个清脆的耳光。啪啪啪！陈思米被打得嘴角溢血，发髻散乱，名贵的耳环都飞落在地上。你敢打我？张猛声音冷硬，再对夫人不敬，废了你！这一阵动静引来了不少围观的人。你们给我等着！他狼狈地爬起来，掏出镶钻手机，哭声凄厉地拨了个电话。老公，我在万盛商场被人打了，他们欺负我。呜！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磁性温柔的声音：宝宝别哭，谁敢动你，我马上到。那分明是汪远清的声音。他挂断电话，顶着红肿的脸对我狞笑：我老公是万盛集团总裁，你们死定了。店长听到万盛集团总裁这几个字，吓得腿都软了。他忙不迭地向陈思米道歉，然后转身对我说道：女士，您还是和陈小姐道个歉吧，摆明了是想让我吞了这委屈，息事宁人。凭什么？我站在那里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汪远清怪不得对我越来越冷淡，原来是外面有人了。我看着陈思米得意的样子，心里涌起一阵怒火。道歉？不可能！你老公要是万盛集团总裁，这包我买下送你，给你磕头认错。汪远清，
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处理今天这件事。没过几分钟，汪远清果然来了。他戴着金丝眼镜，一身名牌西装，他身后跟着2名商场的保安经理。他冲进来，眼里只有那个瘫坐在地上梨花带雨的陈思米。他健步上前，小心翼翼地将他扶起。宝宝，谁打的？伤哪了？他声音温柔，满眼都是心疼，完全没有注意到站在一旁的我。这几年的疏离冷漠，瞬间找到了最赤裸的答案。我的怒意在翻滚。陈思米一头扎进汪远清怀里，伸出手指着我，嗲嗲哭诉道：“老公，你可算来了！就是这个老女人，还有她的狗腿子，你看我的脸都被打得快毁容了。”汪远清这才将目光转向我，眉头瞬间拧成一个川字。我捕捉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慌乱，但很快就恢复平静。何静，是你呀？他语气冰冷，刻意拔高腔调，仿佛我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人。你怎么回事？在外面这么嚣张跋扈，还有没有一点教养？他顿了顿，看了看怀里的陈思米，用一种宣告般的语气说道：“思米是我刚找回来的亲妹妹，你怎么能纵容下人对她动手？立刻给她道歉！”我简直要被他这番颠倒黑白的无耻言论气笑了。亲妹妹，汪远清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他一口一个老公，还当众对你投怀送抱，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，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。汪远清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眼神阴鸷的可怕。他厉声呵斥道：“住口！思米叫我老公，那是我们家乡那边对兄长的昵称，是小名。你思想怎么这么龌龊不堪？我看你就是看不得我对失散多年的妹妹好。”他的声音又提高了几分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。我告诉你何静，你今天必须给思米道歉，不然我们没完。家乡的习惯。我冷笑出声，这谎言编得可真是清新脱俗，连草稿都不用打。周围已经有人开始窃窃私语，原来是悍妇容不下小姑子啊，看她穿得那么素净，没想到这么厉害。一句句议论钻进我的耳朵，啃噬着我的神经。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，被他们俩合伙按在地上，当众羞辱。窒息感、无助感如同潮水般将我淹没。汪远清的无耻已经到了让我生理性不适的地步。汪远清见我抿着唇不说话，以为我怕了，他转向围观的人群，脸上竟然挤出一丝大度的笑容：“让各位见笑了，我太太平时被我宠坏了，有些不懂事。”这番话更是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我的身上，坐实了我悍妇的罪名。他演得真好，我都快以为自己真的是那个恃宠而骄、蛮不讲理的恶女人了。随即，他再次转向我，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森寒。他压低了声音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何静，道歉，然后把这个包买了。送给思米，哄她开心。今天这件事就算过去了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念夫妻情分。”他还有脸提夫妻情分？陈思米此刻也从他怀里抬起头，得意洋洋地瞟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炫耀和鄙夷。听见没？我哥让你磕头道歉呢。还有这个包，你也得给我买了，不然，哼！我让我哥休了你这个不下蛋的母鸡。汪远清显然是有点不耐烦了。何静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道歉了事，别逼我把话说得太难听，到时候闹大了，丢脸的可是你，是你何家。看他那样子，平时在家肯定也是个受气包。就是男人在外面有本事，他在家里手心朝上，还不是自己下贱。我要是他，
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，还有脸站在这儿？这些话像一把把钝刀子，一刀刀割在我的心上，手心朝上。我何静什么时候需要手心朝上过？我紧紧攥住了拳头。原来我在他汪远清眼里是这样一个不堪的存在。这3年的婚姻终究是错付了。我缓缓抬起头，直视着汪远清的眼睛。你确定要我向他道歉？没有愤怒，没有质问，只有冷漠。废话，难道还想让我妹妹给你这个悍妇道歉吗？何静，我警告你，别在这儿给我耍花样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我终于看清了汪远清的冷漠、自私和无耻，也终于醒悟，当年为了报恩嫁给他是何等愚蠢的错误。我何静识人不明，错付了3年青春。我的目光从汪远清那张令人作呕的脸上移开，转向旁边依旧嚣张跋扈的陈思米。你这么费尽心机抢这个包，是汪远清许诺买给你的吧？他给你买车，给你买房，给你买名牌首饰包包，出手倒是阔绰，只是他用来讨好你的这些钱是谁的？你知道吗？陈思米被我看得有些发毛。当然是我哥的钱，万盛集团总裁的钱。怎么，你羡慕啊？还是嫉妒我哥对我比对你好？汪远清感觉到了不安，他猛地低吼出声，试图打断我的话，重新掌控局面。何静，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还不快给思米道歉？我的耐心也已经到了极限，猛地一甩手，将他抓着我胳膊的手狠狠甩开，让他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没站稳。道歉可以啊，但该道歉的不是我，是你们这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。我从包里拿出手机，直接按下了通讯录里置顶的1号快捷键。王静茹，我是何静，3分钟内带所有当值保安立刻到3楼爱马仕专柜。汪远清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你什么意思？陈思米也愣住了，周围的人群开始骚动，有人疑惑地看着我，有人开始悄悄拍摄这一幕。店员和店长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汪远清很快镇定下来，他冷笑一声：何静，你这是在自取其辱。王静茹是谁？商场总经理，他凭什么听你的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是啊，我是谁？我反问道，嘴角挂着一丝冷笑。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不到2分钟，王静茹带着一群部门经理、保安主管连滚带爬赶到。见到我的瞬间，所有人齐刷刷90度鞠躬，大气不敢出。董事长，属下来迟，请董事长恕罪。王静茹的声音在颤抖，她甚至不敢抬头看我。汪远清带来的那2个保安经理腿一软，差点跪下。他们不认得我，但他们认识王静茹，知道那是整个万盛商场的最高管理者。周围的人群彻底炸锅了，刚才还在指指点点的人们，现在都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。董事长，这个女人是董事长？不可能吧，她看起来这么年轻。爱马仕的店长和店员吓得瑟瑟发抖。汪远清和陈思米被这阵仗彻底震傻了，但他很快强撑着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。何静，就你，班都没上过1天的煮饭婆，还董事长呢？他转向王静茹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。哎，王总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上前一步，气场全开。汪远清，你以为你坐上部门总监的位子是凭你的本事？不过是我可怜你，怕你自卑，才让你挂个虚职。我何静才是万盛集团董事长兼总裁，而你不过是我和家养了3年的一只狗。汪远清彻底瘫软了，额头上的汗珠如雨下。他张着嘴想说什么，
却发现自己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陈思米更是抖如筛糠，他紧紧抓着汪远清的衣服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。王静茹恭敬地站在一旁，等待着我的指示。他知道今天的事情闹大了，但他更知道，在万盛，只有我说了算。就在这时，人群外突然挤进来一个抱着约莫2、3岁男孩的朴素妇人。她看起来风尘仆仆，脸上写满了焦虑。她看到汪远清和陈思米，眼前一亮，急切地喊道：“远清、思米，可算找到你们了！小宝饿了，一直哭着要找你们，我给他炖了汤。”小男孩看到汪远清挣脱妇人的手，奶声奶气地扑过去：“爸爸妈妈，抱抱！”全场死寂，所有目光都定在那个孩子身上，空气仿佛凝固了，连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楚。我看着这荒诞的一幕，笑了。汪远清，你演了3年恩爱夫妻的戏，现在是时候结束了。王总，报警，告他们诈骗重婚，还有查查汪远清任职期间有没有职务侵占。王静茹立刻掏出手机，手指颤抖着拨打电话。我转向那些惊魂未定的围观者：“诸位，让你们看笑话了。3年前，我母亲遭遇车祸，这个汪远清那时候还是个快递员，他把我母亲送到医院，保住了我母亲的腿。我为了报这份大恩，让他入赘我何家，3年夫妻，我待他不薄。没想到头来养出了一头反咬主人的白眼狼。”汪远清现在慌得要死，陈思米紧紧抱着那个孩子，瑟瑟发抖。周围的议论声此起彼伏，那些刚才还在指责我的人，现在都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汪远清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这个男人太无耻了，入赘3年，居然还在外面养女人。汪远清猛地推开扒着他的陈思米和小男孩，西行到我面前，死死抱住我的腿：“静静，我错了，我猪狗不如。”他涕泪横流，鼻涕眼泪呼了一脸，都是陈思米这个贱人勾引我的，我跟他没感情，孩子也不是我的。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声音颤抖得厉害：“你相信我，我爱的是你啊，静静，看在妈的份上，看在我们3年夫妻情分上，饶了我这次。”我低头看着他这副丑态，心中只剩下厌恶。他跪在地上，抱着我的腿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可是刚才他是怎么对我的？为了表忠心，汪远清竟然反手狠狠甩了陈思米几个耳光，将他打翻在地。“骚货，都是你害我，滚！”他的声音歇斯底里，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温柔。陈思米被打懵了，捂着脸尖叫起来：“汪远清，你不是人！你说过只爱我一个，会娶我。你说何静是母老虎，早晚休了她，孩子都有了。你说要给我们买大别墅，你这个骗子！”小男孩被吓得哇哇大哭。汪远清一边打他，一边骂着最难听的话。陈思米也不甘示弱，伸出指甲在他脸上抓出几道血痕，场面极其难看。围观的人都皱起了眉头，刚才还恩恩爱爱的夫妻，现在却像野狗一样互相撕咬。我冷眼看着这出闹剧，心中竟然生不起半点同情。“王总！”我转向身边的王静茹，通知律师团队立刻起草离婚协议，冻结汪远清所有资产，追回他3年来从我这里、从公司拿走的每一分钱，包括他赠与这个女人的所有财物，一分都不能少。王静茹连连点头，立刻拿出手机开始安排。这时，集团的法务部主管也匆匆赶到，满头大汗。“董事长，他气喘吁吁地说，
我已经带了律师团队在楼下待命。我点点头，立刻终止与这家店的合作，重新招商。爱马仕的店长听到这话，腿一软，差点跪下。董事长，我们不知道您的身份，求您。我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不到20分钟，警察就赶到了现场，法务部主管立刻迎了上去。警官，这是汪远清3年来的可疑转账记录，法务部早就有备案，只是一直在等董事长的指令。这些是陈思米身上奢侈品的购买记录，大多数都是用汪远清的副卡或者公司账户支付的。王静茹也拿出了另一份文件，我们商场的消费记录都有存档。围观的群众纷纷给警察作证，指认汪远清和陈思米刚才的嚣张表现。警察同志，他们刚才还当众拥抱呢。对对对，那个女的一口一个老公地叫着，明显就是出轨了，还敢这么嚣张。那个抱着孩子的朴素妇人更是哭诉着说道：警察同志，我是他们请的保姆，在他家做了快3年了，孩子都2岁多了，小男孩还在哭，奶声奶气地喊着爸爸妈妈。当银白色的手铐戴在汪远清和陈思米手腕上时，两人还在互相撕扯咒骂，都是这个贱女人害的我。汪远清指着陈思米歇斯底里地喊道：警察同志，我是被他勾引的。陈思米更是尖叫起来：我是被他骗了，我是无辜的。他说他是单身的，放开我，我什么都没做错。他挣扎着想要挣脱手铐，但是毫无用处。汪远清回过头看向我，眼中带着愤怒：何静，我对你妈有恩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他的声音已经嘶哑：当年要不是我，你妈早就死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一个字都没说。警察开始强行压着他们往外走，汪远清还在不停地回头看我：何静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。小男孩看到爸爸妈妈被带走，哭着想要追过去，保姆一把拉住了他，自己也哭得稀里哗啦。小宝乖，不哭不哭。他茫然无助地看着这一切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汪远清和陈思米被带走的背影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，甚至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王总，商场恢复正常营业，安抚一下顾客，这种事情影响不好。王静茹连连点头：是的，董事长，我马上安排。法务部配合警方，务必将此案办成铁案，我不希望看到任何意外。法务主管立刻挺直了腰杆：董事长放心，我们一定会配合到底。围观的人群开始慢慢散去，但还是有很多人在窃窃私语：今天本来是我30岁的生日，却以这样一场闹剧收场。场面虽然很惨烈，但这也标志着我人生新篇章的开启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为任何人委屈自己。商场里发生的这一幕就被人录了下来。我前脚刚走，各种短视频就开始在网络上疯传。震惊！豪门赘婿当众出轨，反遭女总裁铁腕镇压；私生子曝光，万盛集团董事长当场捉奸；3年婚姻竟是一场骗局，女总裁霸气反击渣男。视频里的画面被剪辑的精彩纷呈，汪远清跪地求饶的画面，陈思米被扇耳光的画面，还有小男孩喊爸爸妈妈的画面。网友们的评论更是一边倒的支持我：女总裁太帅了，就应该这样对付渣男，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就应该坐牢。可怜的女总裁被骗了3年。汪远清这种人简直就是人渣中的人渣，短短几个小时，相关话题就冲上了热搜。
汪远清和陈思米的个人信息也被网友扒了个底朝天，他们彻底被钉在了耻辱柱上。律师从警局回来的时候，我正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窗外的城市灯火璀璨，可我的心里却一片黑暗。董事长，汪远清全招了。我没有回头，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。说吧，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握着咖啡杯的手却在微微颤抖。汪远清交代，3年前他就开始调查您的身份背景，他利用快递员的身份多次踩点您家的出行路线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原来如此。他还深度分析了您的性格，认为您重情重义，只要施恩就能俘获您的心，所以他买通了货车司机，制造了那场车祸。咖啡杯从我手中滑落，啪的一声摔在地上，滚烫的咖啡溅了一地，就像我此刻破碎的心。原来那场英雄救美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。继续说，我的声音有些沙哑。汪远清说，车祸的时间、地点、路线都是他精心计算的，他确保自己能第一时间出现，扮演救世主的角色。我转过身，看向张律师，他被我眼中的寒意吓了一跳。还有呢？他说，您母亲当时的伤势本来不会那么严重。张律师的声音在颤抖，但货车司机故意撞击了2次，就是为了让救命之恩更加深刻。我感到一阵眩晕，伸手扶住了桌子。妈妈当时在医院躺了整整1个月，我还以为她命大，原来那些痛苦都是人为制造的。陈思米那边呢？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，他也交代了。汪远清经常对他炫耀自己的聪明，说您只是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蠢女人。他还说，万盛集团迟早都是他的，他已经在暗中转移资产，准备找机会把您踢出局。听到这里，我只觉得胸口憋闷，有种想吐的冲动。3年来，我把他当作恩人，当作丈夫，而他却把我当作跳板，当作猎物。董事长，您还好吗？张律师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我摇摇头，我一点都不好。这3年来的所有美好回忆，每一个吻，每一次温存，都是他演出来的。我想起新婚夜，汪远清对我说，静静，我会用一辈子来爱你。我想起他生病时，我彻夜不眠地照顾他。我想起每一个节日，我都精心准备礼物，而他总是敷衍了事。原来这一切都有答案了。在他眼里，我从来就不是妻子，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。董事长，张律师又叫了一声。我缓缓抬起头。张律师，追加起诉。我一字一句地说道。故意伤害罪，甚至可以考虑故意杀人未遂。我要他把牢底坐穿。我母亲当年受的那些罪，她承受的那些痛苦，我要汪远清100倍偿还。妈，对不起，是我太蠢了，把狼当成了恩人。还有，查查那个货车司机。我拿起内线电话，一起告。张律师连忙记录着我的话。另外，联系最好的私家侦探。我的声音越来越冷。我要知道汪远清这3年来做过的每一件龌龊事，一件都不能放过。张律师点头。董事长放心，以现在的证据，汪远清至少要判15年以上。如果故意伤害罪成立，可能就是无期了。不够。我摇摇头。我要他这辈子都别想出来。汪远清在看守所里彻底疯了，他哭着喊着要见我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说。董事长，汪远清说愿意交代其他人的问题，换取您的原谅。我冷笑一声，现在知道怕了。他还说，看在一日夫妻百日恩的份上，
希望您能网开一面。张律师翻看着文件，甚至还提到了您母亲的救命之恩。救命之恩，我差点被他气笑了。那场车祸本来就是他策划的，现在还敢提救命之恩，这个男人的脸皮真是厚到了极点。还有呢，我靠在椅背上，语气平静的可怕。他威胁说，如果您不放过他，他就要把您的隐私抖出来。虽然他没说具体是什么隐私，但语气很恶毒。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汪远清啊，汪远清，你以为我还是3年前那个好欺负的小女人吗？告诉他的律师。我站起身走到窗边，我何敬行的正坐得直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陈思米那边也开始耍花招。董事长陈思米现在一口咬定自己是受害者，他说自己被汪远清的花言巧语蒙蔽，对他已婚的事实毫不知情。法务主管汇报着最新情况，我冷冷地听着，手指在桌面上轻敲。他甚至想告汪远清强奸和欺诈。法务主管继续说道，说汪远清骗他说是单身，还承诺会娶她，真是好笑。当初在商场里，他可是一口一个老公，叫得亲热，现在出了事，就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名下的那些房产和奢侈品呢？我问道。他说是汪远清送的，自己以为是他自己的钱。法务主管摇摇头，但他忘了，这些购买记录都有时间，很多都是在他和汪远清同居之后买的。我站起身，走到办公室的另一端。这个女人真是蠢到家了，既然选择了当小三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现在想撇清关系，晚了。还有，他和汪远清高调同居生子的事实，有太多人可以作证。法务主管继续说道，包括小区的邻居、物业，还有那个保姆。陈思米的一切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。他以为哭几滴眼泪，装装可怜，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。做梦！我决定给他们来点狠的，让他们互相攀咬，狗咬狗一嘴毛。董事长高明，张律师由衷地感叹道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会为了自保而互相出卖。我端起茶杯，轻抿一口，果然，汪远清和陈思米很快就上钩了。他承认自己利用职务之便，从公司采购部拿了不少回扣，光是这一项就侵占了公司将近100万。还有，他收受了几个供应商的贿赂，帮他们拿到了不少订单，还牵扯出了财务部的一个会计，帮他做假账，掩盖资金流向。很好，一网打尽。陈思米也不甘示弱，他提供了汪远清的录音，详细描述了他是如何策划车祸。审判结果下来了，汪远清判了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追缴违法所得。法锤落下的那一刻，我看到汪远清瘫软在被告席上，他转过头看向我，眼中满是绝望和不甘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心里竟然没有想象中的快感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。陈思米犯诈骗罪等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并处罚金50万元。陈思米在听到判决的瞬间就晕了过去，他那张曾经趾高气扬的脸，现在苍白如纸。走出法庭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保姆抱着小男孩站在门口，孩子不懂发生了什么，只是茫然地看着四周。保姆看到我，犹豫了一下走过来，何小姐，小宝他，民政部门会安排的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，会有好心人领养他的，那个孩子是无辜的，但我没有义务为汪远清的罪恶买单。回到公司后，我立刻召开了全体高管会议。各位，
审判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我坐在会议桌首位，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接下来，我要对公司进行全面整顿。老女人，这包我看上了，让开！走我采购部3个收受回扣的经理也被清理出去。从今天开始，万盛集团的任何员工如果敢背叛公司利益，下场就是汪远清。我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这一点。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低着头，不敢与我对视。赚钱对我来说不难，难的是重新学会信任。汪远清的背叛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依靠任何人都不如依靠自己。1年过去了，又到生日，这一次我没有去商场买礼物，也没有特意庆祝。傍晚时分，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看着夕阳为整座城市披上金色的余晖。手机响了，是我大学室友林可儿发来的微信：生日快乐，今晚一起吃饭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想了想回复：好啊。走出公司大楼，夜风轻拂过脸庞，我抬头看了看星空，心里突然有种说不出的轻松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